被时速190公里的庞大钢铁巨物撞击是什么滋味？这肯定没人想知道，而知道这个滋味的人一定是已经死了。列车巨大的鸣笛声引起所有站台上的旅客的注意。列车内道上，一辆原本并不打算在此站停留的过路车以最高的速度驶过，这站台似乎都为之微微的晃动着。一个人影突然就出现在高速行驶的列车前方，他双手展开，面对着破空而行的列车车头，平静的脸上毫无惧色。据现场人说，他就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目光里比谁都坚定。螳臂挡车，这似乎不再是个故事，被人搬进了现实。是万念俱灰，还是早有安排？下一秒，螳臂挡车的男人就消失了，现场只剩下惊惶的人群和刺耳的尖叫。廖医生，先前预约的客人到了。我的助理罗卫从诊疗室的门口探进一只脑袋。我抬手看了一眼工作日程表。是之前提到的新客人吗？是的，我这就让他进来。罗卫点点头。行，我知道了。你顺便给他倒杯水。罗卫应了一声，出去了。我叫廖武，是一名心理诊疗师，专门为那些出现心理障碍的客人提供心理咨询。不过您别误会啊，我的客人并不是精神病，我只是为身心健康的普通人提供心理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助人自助。心理问题并不像其他的生理疾病，能够靠外力来强制扭转。这很多时候呢，问题的解决都得得益于问题主人自己的心态转变。我们这些心理诊疗师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找到情感宣泄的方法，让他们变回原本的自己。今天的客人，我是第一次跟他见面，之前大概也了解过他的背景情况，这应该不是个特别棘手的案例。罗卫带着新客人走进房间，示意他坐在我对面的躺椅上。黄薇薇27岁，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今天呢，她戴着一副巨大的墨镜，将自己的眼睛还有那半张脸完全都隐藏在墨镜下面，似乎不愿意让人看到她的表情。她就坐在躺椅上，那身体完全都紧绷着，双手抓着躺椅两侧的护手。这一切都说明她现在是特别的紧张不安。看来她确实遭受到某种精神上的巨大打击。黄小姐，请节哀啊。我从先前的资料里已经知道她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暂且安慰一下她处于崩溃边缘的情绪。这资料里说，她交往3年的男朋友在前几天卧轨自杀。爱人的离世对普通人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会活在阴霾之中，尤其是这种另一半以特殊的方式结束生命的情况下，这活下来的人就会对这事儿耿耿于怀，始终没办法放下。其实比起黄薇薇小姐，我觉得她的男朋友可能更需要看一看心理医生。当然，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他已经死了。死去的人可以抛下世上所有的烦恼，一了百了，但却会留给还活在世界上的人无尽的痛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黄小姐的男朋友是有些自私的。那我要做的呢，
就是小心地打听黄薇薇对这事儿的态度，然后顺着她的想法，让她把这事儿彻底的淡忘。那毕竟人死是不能复生的，生活还得继续。梁医生，你说人真的会突然性情大变吗？这黄薇薇呢，沉默许久，终于发问了，而且这问题让我有点意外。为什么这么问啊？我以为他在说自己，但他的回答却告诉我，他说的是另一个人。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明远会变成那个样子。黄薇薇这话匣子打开了，也许这所有的事情原本就是一直憋在心里，找不到人倾诉，所以此刻才突然释放出来。这客人如果肯倾诉，那心理问题一般都很快就能解决，这一次应该也是一样的。这黄薇薇死去的男朋友叫朱明远，比黄薇薇还小2岁，跟黄薇薇同在 Y 市工作。这两人因为工作单位互相的合作关系，所以见过几次面，随后就发展成朋友关系。了解一段时间之后呢，顺其自然就变成恋人。这是很正常的都市男女恋爱的故事，也没什么稀奇的地方，只是这两人的职业跟普通人稍微有点不同。这黄薇薇呢，在一家艺术品展览承办公司做活动统筹，而朱明远是省建考古研究中心的一名科员。这黄薇薇的性格算得上是强势型的事业型女性，而朱明远的近照显示，这个连面对镜头拍照都会羞涩的男生，得明显比普通人温软一些。在恋爱中，那不一定是强壮的汉子搭配娇小的萝莉，这反过来其实也完全没有问题。两人的性格互补，在生活上也能和谐搭配，这基本上有什么矛盾都是朱明远主动的示弱求和，所以这俩人的感情呢一直也很稳定。但是黄薇薇说呀，就在前不久，一直软糯可人的萌系小男友那突然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是性情大变。这事儿呢，从那一段时间开始就变得古怪起来。就说原本的朱明远待人说话都特别腼腆，碰到陌生人会紧张的说不出话来，跟黄薇薇交往的时间里也一直就是乖乖仔的形象，说话温柔体贴，基本上什么事儿都得问黄薇薇的意见。但是黄薇薇却觉得最近的朱明远有些反常，就是俩人原本已经同居1年，因为对方工作时间固定，黄薇薇经常加班，所以呢，只要他一下班回到家里，就能够看到对方待在家里，就跟个贤妻良母一样的做饭。只是2个月前的一天，黄薇薇回到家里，就发现这小男友没有跟往常一样穿着粉红色的可爱围裙鼓捣晚餐，而是坐在沙发上愁眉不展。黄薇薇就赶紧询问，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朱明远有点不安，回答他说这工作上出了点问题。这原本男朋友不肯对黄薇薇透露太多，就说是研究中心在这方面有保密协议，但是经不住黄薇薇软磨硬泡稍微的施压，朱明远终于是把心中的烦恼说了出来。就说最近呢，在 Y 市南郊建筑工地发现了一座古墓。这 Y 市呢本身就是多朝古都，历史古迹遍地，就是因为这个在开发地铁建设工程中不得不多次改道，就是为了保护古遗。所以这一次的新发现也没有令考古研究中心有多么意外，就是例行公事对这新发现的古墓进行勘察。而这勘察结果倒是令所有人吃了一惊，
就这座不大的古墓里埋葬的并不是无名之辈，而是西康时期不败将军王敬池。这王敬池呢，字泰德，西康末期戍北大将军，手下拥有着一支不败之师。就这一支军队被称作王城的最后屏障。在西康末期国力衰弱，北面胡人虎视眈眈，经常骚扰边境土地，更有意趁此机会长驱直入，入主中原。所以这西康的大部分军马都囤积在北方，抵抗胡人的侵略。王敬池年少有为，17岁师从魏锦大将，在漠北被任命为标记校尉，曾有800骑军追赶胡人大军数百里，沿途捕杀胡人过千。24岁时，老师魏锦病逝，这就被康元帝封为戍北大将军，独领西北边陲的守备军。也是从这开始呢，就成立了自己名垂青史的亲卫队。根据记载说，这亲卫队就是100多个人，个个勇猛无比，在战场上是以一当十。100来人的军队，无论是快速机动，还是长途奔袭，又或者尖刀直插敌人内部，迂回打击，这万般都是无敌的。胡人大军对这支强悍之军也是颇为忌惮，就曾花重金买通细作，套取情报，布下口袋阵，想要靠人数一举歼灭他。可是没曾想，被包围的亲卫军明知逃脱无望，却个个奋勇杀敌，犹如一把长剑，将这层层包围的包围圈生生的就刺破一道口子。到最后100多人的亲卫队就剩下10多个人掩护着王敬池离开，其他人全部战死，就连腿臂重伤者仍用嘴咬住刀剑，杀敌至最后一刻，未有任何一人被生俘。这胡人大军却因此损失了上千人，这一时间就沦为传奇之师。王敬池这支亲卫军一战成名，就被当时的人称为无畏之师。王敬池也被胡人称为无畏将军，这凡是有他在的地方，胡人一律退避三舍，绝不再进攻。以至于多年之后，胡人见了无畏之师的旗号，还是纷纷的心惊胆战，无心恋战，只想着逃跑。可惜天妒英才，这王敬池虽说是骁勇善战，可是也抵不过生老病死，才30岁年纪就身染重疾去世了。后来西康派来接替王敬池的将军，却再也训练不出王敬池亲卫军那般可怕的无畏之师，以至于西康就守不住北方边境，节节的败退。最终呢，也就导致胡人杀入王城，掳走小皇帝，火烧地宫，结束西康王朝的统治。这所有人都没想到，这次不经意发现的小墓，这竟然就是无畏之师的领头将军王敬池的陵墓。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发现，研究中心立刻就派人对现场采取保护措施，同时开始深入地挖掘这陵墓里的遗迹。而朱明远那之所以垂头丧气，就是跟这工作的进展有关。那是在王敬池的墓中发现了什么吗？我这好奇地问道。就王敬池这人颇有传奇性，年轻有为，却又壮年逝世，历史上留下的奇闻异事不少，相关的再创作影视剧之类的也曾红遍大江南北。这会儿发现他的陵墓了，能够更加真实地了解这位传奇人物，这当然是值得兴奋的事儿，就连我这个无关者都忍不住的有点激动。具体发现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朱明远告诉我，在文物运输处理的过程中出了个事故。黄薇薇终于主动地摘下墨镜，
他开始慢慢的放下防备了。事故？那这事故跟后来的变化有关系吗？黄薇薇摇摇头。我不知道，但他起先确实是因为这个事故担惊受怕很久。原来这陵墓中除了主要的棺椁之外，还摆放着类似兵马俑一般的真人大小的泥人，就是按照顺序紧密地排列着。这些个泥人呈多种姿态，笔直兀立的，半跪仰望的，不过那无一例外，外边都朝着棺椁的方向，就是仿佛这棺椁的主人生前统帅军队的样子。这泥人呢，数量不多，一共12个。因为会影响后续对棺椁的重点勘察，所以考古中心在保存现场照片之后，就决定把这泥人转移到外界保存。而偏偏呢，在转移泥人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事故。据朱明远自己说，他们是4个人一组，将这泥人一个个按照顺序搬到运输车上挪走。就在搬运到第8个泥人时，意外发生了。因为这8个泥人呈现的是柜子，就比起之前的泥人没有良好的受力点，绑上安全绳，4个人好不容易才把这泥人拖起来。在搬运到板车上的过程中，也不知道是谁突然滑了一跤，连带着所有人都重心不稳摔倒了。就这泥人虽然有安全绳吊着，但还是因为重心的原因偏向一边倒下，摔在地面上，这就摔碎了。12个泥人只剩下11个了。这绝对是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发生的最直接的重大事故。按照研究中心的管理条例，当时所有参加文艺转移工作的人员都会受罚，那严重的甚至会因此被开除。就是因为这个，朱明远担惊受怕了好些天，整天都是萎靡不振的。他总感觉自己会突然接到上面通知，就说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为此，黄薇薇也安慰他好些天，让他不要多想，这就算是有什么处罚，最坏也就是换另外一份工作。况且当时情况复杂，就算是真有责任，也不应该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如果是所有人都有责任，那惩罚就不会太重。黄薇薇说到这儿啊，脸上露出一丝很悲痛的苦笑。他就是那样一个人，胆子小，一丁点事儿都杞人忧天的。看得出来，黄薇薇对朱明远是特别有感情，所以他的变故就让他非常难过。这事儿过去1个星期了，他终于不再像之前那么紧张。我也私底下问他，最后是怎么处理这事故的。明远他神秘兮兮地冲我笑了笑，说这也是秘密，不过已经处理好了，让我不用担心。我以为他真的没事儿了，也是为他的情绪变化高兴，但是我没想到那是他整个人变化的开始。黄薇薇说到这里，那整个人的表情都变了，他的瞳孔开始紧缩，眉毛皱起，嘴巴微张，手脚不自然的抽搐。看得出来，他似乎是在回忆着什么痛苦的过往。那天起，明远就好像完全变了个人。有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他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本来也没多在意，但是那厨房里一直发出当当当的撞击声，我觉得有些奇怪，所以去看了一眼，结果把我吓坏了。明远他蹲在地上，在菜板上杀鱼。他根本就没做过这种事儿，每次都会在买菜的地方让别人把肉类处理好才带回家的。但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他偏偏买了条鱼回家自己杀，但他哪里会呢？弄得整个厨房一团糟，自己身上也是。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觉得明远不太对劲了。是吗？但是这单一的事情也不能证明什么，也许他只是突发奇想，搞砸了而已。我出言安慰，假如只是这样就好了，不仅仅是这件事儿，他随后还出现很多之前没有过的行为。以前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到游乐场都是看看风景，做做旋转木马这种舒心的设施，但后来他竟然主动要求带我去挑战那些刺激的项目，什么大摆锤、跳楼机、极地飞跃之类的。他明明是个胆小的人，那一刻脚不踏地他就心跳加速，整个人面色苍白，跟失血一样。但从这之后，他竟然主动的去玩那些连我都觉得吓人的项目，这就令我很奇怪。哦，还有这样的事儿吗？我稍微有点疑惑。原本懦弱的人变得勇敢，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但一般呢，就是因为某个特殊的事情刺激，而且也不会像朱明远这样主动的去证明自己的变化，这太刻意了。其实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明远后来更加过分，他开始做出一些让我完全不能接受的事儿。说到这儿啊，黄薇薇有些犹豫，她顿了顿。廖医生，我后面说的事情不太方便外传，可是这秘密憋在我心里已经快让我受不了了。虽然明远已经死了，我还是希望你能帮我保守这秘密，不要对第三个人提起。我点点头。好，当然，这是每个心理治疗师都应该做的。客人的所有隐私我们都会保障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那就好。黄薇薇舒了口气儿，接着说道：明远后来做的事儿连我都没想到。那天晚上他说他去夜跑，结果回来时整个人面红耳赤的，就像是被警察追捕的犯人。我就逼问他发生了什么，他告诉我他用随身带的钥匙悄悄划了一整条街的车门，到最后差点被人发现抓住。你知道吗？他跟我说这件事儿时，满脸都带着不可名状的笑容，仿佛自己刚刚干了一件非常得意又兴奋的事儿。这时黄薇薇深吸了一大口气。当时我就觉得明远疯了，我想报警，他又哭着哀求我不要这么做。他说他只是为了好玩，并不是存心的。我看惯了他可怜的样子，最终也没狠下心来。但是我也跟他说过，下次如果再干这种事儿，我绝对不能帮他隐瞒。虽说他满口答应，但我总觉得在他的妥协当中隐约的有些说不出的情绪。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明远确实老实了一些，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但是有一次我提前下班去他单位找他，他的同事告诉我，明远已经辞职有好长一段时间了，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这明远也有意的瞒着我，他竟然还跟往常一样，就假装自己在工作，每天早上按时出门，到点儿就按时回家。我不知道他没上班的日子在干什么，所以有一天我就专门请假，就是为了跟踪他，看他出门之后到哪儿去了。结果我就发现他竟然是一个人跑到公园静坐，到处的打量有没有流浪狗流浪猫的。然后
他用自己携带的零食诱惑那些猫狗跟他走。说到这儿，黄薇薇说不下去了，开始放声的大哭。这我明白，她的男朋友应该是出现某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做出常人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明白这一切之后，我就决定跟他断绝关系。为了不被他找到，我连夜搬走，就连干了很多年的工作也辞了。我打算先回老家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去新的城市生活。但我怎么都没想到，他竟然会以这种方式来找我。他查到我购买火车票的记录，竟然去路口的站点拦着我，不让我走。结果就被行驶中的火车直接。黄薇薇的故事讲完了，我这才想起来，这原来他故事里这主人翁朱明远，就是前段时间轰动一时的肉身拦截时速190公里高速列车的离奇事件的当事人。就说我听到这新闻之后，第一反应，这应该是某位精神病患者癔症发作了。现在才知道，竟然是为了挽留女人做的傻事儿。我沉浸在某种思考里无法自拔。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这是绝对不可取的，但是我确实抑制不住自己的思考。就这黄薇薇死去的前男友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由原来的胆小懦弱突然变成用肉身去拦列车的疯子？带着种种疑问，我就去拜访在考古研究中心工作的一位朋友林志宇。这跟我是多年的老同学，虽然没有在研究中心做学术研究，但负责着人事和公关工作，这可能对解开我的疑惑有所帮助。而我这才刚坐下跟他喝了一杯热茶，还没来得及开口，林志宇就已经知道我的来意。你是为了朱明远那事儿来的吧？他一语道破，这我也不好意思装了，脸红着点点头。也是啊，那事儿闹得那么大，好多家媒体都报道了，想瞒也瞒不住了。苦了我们这办公室那帮子人了，一天呢能接几十个电话，就来询问他之前的工作情况。他们呢就是想从逝者生前的事迹里挖点猛料来吸引人眼球，一帮子蝇营狗苟之徒。这林志宇呢倒是一点也不客气，直接骂道：是吧？我尴尬的应和，也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连着我一块骂的意思。我知道你跟他们不一样，你呀有你的难处。这林志宇气腾腾的骂完媒体，话锋一转，笔直的看向我。咱这么多年老同学老朋友了，你想什么我还不清楚吗？我就连连点头，对他的理解表示感激。是我就是为那个来的。不过林志宇显然也没因此网开一面，他慢慢的放缓语调。这不过嘛，就这事儿啊，那我也有难处啊。上边下了封口令了，不让对外界谈起。这要是查到谁泄了密了，你是要担责任的。行，我明白。但是这事儿确实对我来说很重要。那要不咱们一块儿吃顿晚饭，边吃边谈。你看，在你这办公室里也不太好说。这我知道他内心犹豫，于是我就干脆提议到外边去。林志宇笑着同意了。到晚上他下班之后，我就请他到全市最出名的日料店吃饭。在席间呢，俩人都喝了点酒，酒意一上来，
那话匣子也就打开了。林志宇对我说了不少关于这朱明远工作上的事儿，不过他就完全没提到朱明远的感情生活。可能是工作以外的事儿，朱明远也很少在同事面前提起，林志宇也就无从聊起了。哎呦，现在这帮子年轻人啊，工作上吃不得一点苦，生活上受不到一点打击，便有什么难处就寻死觅活的，哪像咱们当年那条件艰苦的。这林志宇的酒越喝越多了，他大学时就是个嗜酒如命的人，要是喝多了呢，就开始胡说话，半真半假，可听可不听的。就这一点我也很清楚，我就应承着他的话，不停地给他倒酒。他是一杯接着一杯，那话就更多了。这其实吧，小朱也是个好孩子，平常在单位里见了谁都客客气气的，就是这人有点呆，出于热心呢，有时候也办错事儿。上面人说他几句，他自己都心惊胆战好几天。这也算是有责任心的人。跟他一起工作那几个家伙，那就不说了，一个比一个油腔滑调，不办正事儿，出了问题就往人小朱头上甩锅。嘿呦，这是真替小朱生气啊。那后来我也听说小朱的事儿了，我都吓呆了，连想都不敢想这事儿。靠，这是正常人能干的事儿吗？这林志宇虽然喝得半醉了，但我总感觉他好像话里有话。哟，你知道吗？就是这一次啊，俺们这单位出乱子，不过呢，我们悄悄处理了，就没跟外界透露，要不然那事情更加严重。守护秘密的滋味并不好受，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我当然知道他说的这就是在王敬池的古墓里发生的那起事故，但是我也没点破，就任由他说下去。反正你也不是外人，我就跟你说了，你不是心理咨询师吗？我跟我的心理咨询师聊天，那就说点工作上的秘密，缓解压力，也不算泄密吧。这会儿林志宇总算是替自个儿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他一吐愁肠，但是他不知道一般双方有密切联系的前提下是不允许建立咨询和病患关系的。这不过我也不说，他当然也不知道。今儿吧，你出了事儿的可并不是小朱一个人，当时跟他在一个小组里有4个人，全都出问题了。哎呦，这是诅咒啊！就林志宇这话一出口，我这才明白他要跟我讲述的跟我预计的隐约那不是同一件事儿，竟然还有着更加惊人的消息。什么意思啊？说来听听。我这赶紧催促。这都新社会了，咱也都是沐浴着科学之光长大的无神论者，要不然也不会在考古研究中心做事儿。但是有时候吧，你也不得不相信这世界上还真有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儿，玄乎，玄得不得了。就前段时间啊，小朱他们工作组被调去参加一个任务，那具体是什么你就别问了，反正就是勘测新发现的古墓。结果呢，中间就出了岔子。这林志宇似乎对这话题比较忌讳，毕竟这涉及他的工作，他不愿多说。但我其实早就听黄薇薇讲过这事儿，就说朱明远小组运送泥人时打碎了一个，所以说
大家都不情愿，但是这工作出岔子也是难免的嘛。坏就坏在这上头了。自打那之后呢，他们那小组几个人那或多或少就变得不太正常。林志宇脸色僵硬，目光突然变得没有焦点，这会儿就连手上的酒都忘了喝了，看起来内心是多少有些恐惧。哎呦，老实说呀，你要不是我没去过现场，没被诅咒缠上，我都不敢跟你讲这事儿。诅咒？我有点疑惑，这就打破个泥人而已，这怎么还跟诅咒扯上关系了？这怎么个不正常法？我询问道。哎呦，那具体是什么，那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当时那4个人，现在死了1个，辞职走了2个，就是唯一留在单位的，脑子也不太正常了。竟然在上班时间当着所有人的面骚扰女同事呢。警察来了还拒捕，你跑的时候从4楼跳下去，把腿都摔断了。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伤养好了，估计还得进局子坐牢。那俩辞职走的也没落得好下场。听说前儿不久又跳楼自杀1个，另外1个下落不明。哎呦，这真的是诅咒啊！我心说这么严重吗？我本以为朱明远的事儿就是个人的突发事件，可是没想到在林志宇的话里，这就好像变成群体性事件了。而且这一切都还跟当时摔碎泥人的事故有关。难道引起这一切古怪事件的原因就在这泥人里面？哎呀，老廖啊，你听我一句劝，就这事儿还不是你能管得了的。林志宇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认真地说，不要跟这几个人扯上关系，说不定哪天这诅咒也会找上你的。呵，我被他这话冷不丁的吓了一跳，好像真的感觉有股子凉风在头顶上盘旋，只好尴尬的笑道，你别瞎说了，这世上哪有什么诅咒啊，应该都是巧合吧。林志宇知道我不会相信，也不意外，只是说道，你觉得是巧合就巧合吧，但是我真的劝过你了，最好别跟这事儿扯上关系。你要写论文的事儿。这时我连忙打断他，不用说了，都在酒里，干杯。林志宇一愣，手上条件反射的举着杯子一扫而空。就这顿饭呢，一共吃了3个多小时。临走前，我还特意找林志宇要了朱明远小组其他3个人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他知道我这人不死心呢，也没再劝我，就痛快地答应我的要求。这他要是不给我，我可真得翻脸了。结账时，我看着那账单是直咬牙呀，暗自思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做呢。朱明远小组的第1个人叫李聪，我拜访他家时，那灵堂里的亲戚朋友都散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2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跟1个虚弱的脸色发白的年轻姑娘。我打听过了，这姑娘呢是李聪的妹妹李梦。你是？见我过来，李梦先问起我的身份。我是李聪之前单位的同事，前段时间出差在外地，所以来晚了，抱歉啊。这我早就编好理由了。李梦一愣，随后点点头，这神色里
满是悲伤。这么多天了，你是第一个来看李聪的同事。我一下反应过来，这林志宇说的诅咒似乎并非只有他一个人相信，这整个单位里都没人来参加李聪的葬礼，这会不会就是因为惧怕这所谓的诅咒呢？是发生太多事儿，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替这群最不应该相信鬼神之说的人解释。没关系，有一个人来看我哥哥，至少说明他还是有朋友的。这李梦呢，是个有点肉肉的姑娘，微胖，看起来倒是挺顺眼的，这时止住眼泪的样子还有些楚楚可人。你哥哥其实他在工作时不怎么谈自己，所以跟同事的关系也没有太密切。我已经大概脑补出李聪的形象。您先坐，我给您倒水。李梦就赶紧带着我坐下，自己去一旁拿纸杯。我就看着灵堂里的花圈和遗像，打量着那个年纪不大却从这楼上一跃而下结束自己生命的人。明明没有绝症，也没有经济问题，感情上暂时也是空白，不曾受过伤害，可是为什么突然就选择拥抱死亡呢？其实我哥哥有轻微的抑郁症。一杯水递过来，我赶紧接过来。李梦轻声地说，他小时候跟爸妈一块逛商场，走丢过一次，受了很多的苦，2天以后才找回来，所以他一直对外界有恐惧。不过长大之后这种症状慢慢好了，也能像个正常人一样工作了。呵，这原来是这样。我大概描绘出李聪的心理画像，一个脆弱的小男孩，可能患有被害妄想症。其实哥哥一直都跟我说，他没有活着的意义，所以想寻死。只是他担心爸妈跟我受不了，担心死了之后外界会怎么看我们呢？也担心工作上的事儿，他担心的太多了，就又变成想死却不能。这李梦说着，眼眶渐渐的又红了。我哥哥想自杀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跟我说，他曾经坐在楼顶边缘，看着楼下犹豫很久。虽然是不想活，但也害怕死亡。他做到双腿发麻发软，整个人都站立时，他就不敢死了，赶紧从楼上下来。我劝过他很多次，也带他看过心理医生，但我知道没用的。无论外界做出怎样的努力，他的心里都没变过。其实我能理解他说的话，基于我的本职工作，我对这种人的了解太多太多了。就说不止李聪一个人如此，大多数的人都处在一种活不想活，死不敢死的状态。就说这死亡呢，毕竟是永恒的未知，没有人能够真正勇敢地面对他们。但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点，李聪却突然想开了，不再惧怕死亡，就豁然地从楼顶跳出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吧。喝完那杯水，我就拜别了这家还沉浸在悲痛中的人。第二个叫侯宪华，就是林志宇说过的下落不明的人。我按照单位留存的联系方式找过去，手机关机，家里也没人在，就这人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找不到踪迹，生死不明。这条线呢，算是彻底断开了。那就只剩最后一个，也是目前唯一还活着的人，程青。他呢，因为双腿骨折重伤，无法行使拘留，已经被警方监控起来，
在市中心的医院里取保候审。想要避开警察见到他，那完全没可能。我费尽关系才算搭上另一条线，就是他的主治医生兰泽。这兰泽医生呢，比我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健谈一点，这倒是个好消息。我就询问他关于澄清的情况。你是心理医生啊？他看看我的名片，有点疑惑，这为什么我对这个毫不相关的人感兴趣？不算是，我就是个心理咨询师，离心理医生还有一段路要走，正在奋斗的路上呢。就是对目前这个案件有些好奇。我如实托出，可能因为职业相近，兰泽对我也有点好感，大致的跟我介绍澄清的情况。就这人送来时啊，腿骨都几乎是粉碎性骨折，手臂因为撑地也有部分损伤，痕骨呢有点错位，我们进行了固定了，康复时间比较长，可能得半年左右吧。兰泽简单的介绍一下，随后很快有提问。你来这儿是因为他有什么心理问题吗？为什么这么问啊？这表面看起来就是个坠楼的事故，但是病人的实际情况呢，有点复杂。我这个骨科医生啊，没什么太大的发言权，就是他这心跳太快了，整个人都处在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这最开始我们以为是情绪刺激短时间内的不良反应，但是这种情况持续很多天了，包括睡眠状态都是这样。兰泽说着就给我看了一些数据。普通男生静止状态下的心跳大概是70次每分钟，睡眠期间呢会降低10次每分钟。可是这澄清被绑在床上完全不动的状态下，那心跳是每分钟120次，睡眠状态时是每分钟100次。这长时间的心跳过快，就导致整个人处于疲惫的状态，肌肉各方面都处于收缩的状态，但唯独有一个地方例外。这兰泽呢，指了指自己的裆部。对了，就他那个地方一直充血，我们也做了相应的努力，只是始终没办法改善这个情况。我觉得呀，他大脑一定有问题，在信息素和激素的分泌方面出现紊乱了。我们正在申请将他转入脑科，查明原因之后，计划通过强制手段让他体内的内分泌恢复正常。这不然的话，他这身体啊，一天天衰弱呢，我就怕他撑不到骨头康复那天。你是不是就为这个来的？我这突然一下明白什么，就跟打了鸡血似的连连点头。对，没错，那问题应该就是出自那儿。假如真的检验出原因了，麻烦一定给我打电话啊，这是我的名片。你已经给过了。兰泽挥了挥手上的白色卡片，那是我10分钟前刚给过的。是吗？我这就意识到自己失态了，努力地平复着自己的心情。不过没关系，要是有消息呢，我会通知你的。兰泽淡淡地说。那太感谢了。我也顾不得许多了，站起身来，激动地说道。不用谢，大家都是医生嘛，明白成为医生的难处，这一点当然得帮助你。就说这个兰泽真的是个大方豁达的男人。他推了推眼镜。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去忙了，等我电话吧。话说这兰泽确实言而有信，在我焦急的等待4天之后，终于给我打来电话。这事儿有结果了，你有空吗？快来一趟。我心说这当然有空了，
我就开着车一路的狂飙，急速的赶到医院里。那这兰泽呢，就把一堆的资料扔给我。这是……我赶忙捡起资料，一行行的阅读起来。这澄清身体状态异常的原因找到了，大脑性人体功能异常。他的脑内分泌了过量的多巴胺和内咖肽等等神经性的化学物质，保持了肉体不可思议程度的兴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他正处于无尽的快感中。兰泽解释道。可是怎么会呢？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做到的。就说人体有需要时就会分泌出这些物质来控制人体的情绪，不论是消极还是积极，快感还是恐惧，这都跟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密不可分。但是这种内分泌都是由完善的大脑神经系统掌握，并不会出现现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他这大脑里有东西。兰泽晒出一张脑部的 CT 照片，在大脑中部某个灰色状核心体中，那好像掺杂着一些细细的黑线。这是什么？我那一眼就看到照片上的异常。一种线形虫寄生在澄清的大脑性人体，我们推测呢，就是因为这个导致他脑内的化学物质紊乱，连带着整个人的身体行为也发生异常。兰泽解释道。不是，那为什么有这种东西在他大脑里啊？我觉得吓了一跳啊，仿佛那些静止的线条一般的虫子也会钻到我的脑袋里。这不知道，而且因为线形虫所处的位置，我们也没法对澄清进行外科手术，现在就只能保守治疗，想办法杀死这些线形虫。当然这是他们脑科的问题了，具体怎么做我也不清楚。那还有关于这些线形虫更加详细的资料吗？我这会儿深刻地感觉到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跟这个可怕的小东西有关，它就是真相。诅咒？这哪能有什么诅咒啊？不过就是得不到真相的另外一种表达罢了。这我可没办法帮你，毕竟这不是我的专业。兰泽皱了皱眉。不过你要是真的有兴趣，我可以介绍个这个领域的朋友给你认识。是吗？那太感谢您了。我就赶紧点头。兰泽给了我一个电话，是国立大学寄生虫病防治研究中心的一位主任的电话。用兰泽的话来说呢，要打探脑内线形虫的问题，这位才是专家中的专家。我就打通电话，说明来意，这对方竟然是个女人，因而很欢迎我去她的实验室面谈。我就马不停蹄地奔了过去。这专家呢，姓秦，叫秦方蕊。我见到他时小小的吃了一惊，就说这秦方蕊看上去大约30岁左右，也可能是因为保养的好，这嫩白的肌肤导致了错误的判断，但是不得不承认她是个十足的美人。但是比她的美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她这实验室里那些个东西。那瓶瓶罐罐里封装的全是令人看了一眼就不寒而栗的各种可怕的生物标本，大的、小的、长的、短的，头发丝儿状的、宽面条状的，只有你想不到，就没有在这儿看不到的离奇存在。很惊讶吧？很多人第一次来这儿都会被吓到。沈方蕊笑了笑，风情万种。但是我没忘记我来这儿的目的，连忙将澄清脑中发现线形虫从而引发的怪事儿告诉他。这秦方蕊呢，听完沉默思考了很久。
这脑内寄生虫的种类很多啊，但主要以弓形虫为主。线形虫寄生人体主要是在肠道啊，在人体内汲取营养，所以大部分会随着粪便排出。这你所说的大脑内的线形虫倒是特别少见，我手上也没有类似的案例，不知道你是怎么得知这些的。这在专家面前，我也不想多做隐瞒，就干脆把自个儿知道的和盘托出。你是说，你觉得考古研究中心那4个人的情况都跟这寄生在大脑里的线形虫有关？而且线形虫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跟王静池墓中引发的事故有关。秦方瑞听完我说的这些，也是吃了一惊。其实我并不确定，但是很有可能，我就希望你能跟我一块儿找出真相。你说这些我都明白，但是做研究需要证据的，就算澄清感染脑内线形虫，可是并不能证明其他人也这样啊。何况我们也没办法取到澄清脑内的线形虫样本。就说这陈方蕊倒是没有拒绝我的提议。他说的没错，这单一的案例不足以证明，还需要其他的证据辅佐。也就是说呢，除了澄清之外，还得找到这线形虫感染了另外3个人的证据，最好能够直接在他们的脑部找到线形虫。可是问题是，朱明元已经死了很久，就连完整的身体都没留下，更别说找到完整的大脑。侯宪华到现在也找不到人，这一个人只能忽略掉，那就只剩下最后一人李聪。他是前几天去世的，这算一算时间呢，哟，不好，我这一下紧张起来，就赶紧打了一个电话。这今天就是李聪下葬的日子，尸体将会抬到火葬场火化，这火一烧，什么证据都没了。那接电话的是李梦，电话被接通，我就赶紧阻止李梦。你哥哥的死亡有古怪，能不能等我们做个尸检？还好是赶上了，一头雾水的李梦也没辜负我的努力，他就劝说父母停止火化。我带着秦方蕊一块赶到火葬场，又一边联系法医。事实结果也符合我的预料，被解剖的李聪大脑里还真的就发现寄生在杏仁体中的线形虫。那一切都联系起来了，剩下的就要等秦方蕊这位专家给这找到的线形虫做测试，还原一个关于考古研究中心的事故真相。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一定就是在那场事故中感染这线形虫的。这线形虫就埋藏在王静池墓中的泥人里。这真相就是如此。你来了，先坐。那秦方蕊还是穿着实验室里的工作服，这时忙得都没来得及换下。结果呢？怎么样啊？我迫不及待地询问。你猜的是对的，这些天以来这些人身上发生的异常确实跟这线形虫有关。我对拿到的线形虫样本做了检测，发现这种从来没被发现过的线形虫有着一些特征，为了方便陈述，暂且就管它们叫 A 型吧。秦方蕊脱掉自己的橡胶手套。这种 A 型线形虫应该是目前全世界第一次发现的线形虫变种，它们寄生在人脑内，以一种大脑分泌的化学物质为食，同时会刺激杏仁体和下丘脑，释放多种新的化学物质，就例如多巴胺、内啡肽等等。在这 A 型线形虫的作用下，人体就会发生非常奇怪的反应，就是失去恐惧。啊，失去恐惧？这我吓了一跳。这恐惧啊，它并不是一种普通的情绪状态，
它跟大脑分泌的化学物质有着密切联系。这种物质呢，会让你的心跳加速或者心律不齐，血压升高，浑身的冒冷汗，四肢无力等等。咱们的大脑也会因为这种物质产生思维停滞，这就是恐惧的本质。但是 A 型线形虫就是以这种物质为食，从根源上就抑制了人体的恐惧反应。那相反，它甚至会刺激大脑产生其他的化学物质，引发人体的亢奋状态。多巴胺和内啡肽通常会引起人的快感和通畅感，保持神经活跃。也就是说呀，这线形虫会在人类感受到恐惧分泌之后，将人体的恐惧情绪转化为兴奋感。这是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情绪转变。秦方蕊解释着。我明白了，难怪那些人会变得不太正常。这时我恍然大悟，朱明远这本身就是一个内向腼腆的人，整天就是为了各种小事儿担惊受怕的。但是在这线形虫的寄生作用下，所有的恐惧都变成了快感，他就不再害怕往常害怕的东西，相反，他甚至开始主动地寻找正常人类恐惧的东西。无论是滑车还是伤害流浪猫狗，都会被人类社会反感甚至报复，甚至于最后的肉体挡车。就这些行为本质上就会引发人体极大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朱明远的大脑内被转化成无法抵挡的生物快感，他为这种快感深深的着迷。于是他就变成一个完全不顾后果，只为了寻求人类最原始的恐惧去转变成快感的疯子。这恐惧越深，快感就越明显，所以他做出的事情才会越来越出格，最后逼走黄薇薇。李聪和程青也是如此，他们因为寄生虫变成无畏之人，都做出往日不敢做的深受恐惧的事儿，而这些事儿呢，也带给他们快感，保持他们亢奋，让他们落得现在的下场。这 A 型线形虫，这根本就是一剂可怕的精神毒药啊！等一下，假如再往别的地方考虑，线形虫是从王敬池的古墓中发现的。这王敬池身为无畏之师的头领将军，这一点本身就值得怀疑。他手下那批悍不畏死的亲卫队，难道说也是这线形虫造就的？线形虫改变大脑的想法，将恐惧剥离，换成快感，就连死亡都不再畏惧的人，当然就会变成战场上疯狂杀戮的战争机器。他们受伤越重呢，内心的恐惧就越多，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加深刻的舒爽，内心就剩下无尽的杀戮了。难道这才是无畏之师的真相吗？我在不知不觉中推断出一段历史中的异变。见我脸色变了，秦方蕊仿佛安慰我似的说道：这线形虫的寄生方式决定它们不具备很强的传染性，一般来说呢，会通过伤口进入血管，涌向大脑，这病原体在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是不会外传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我这怎么可能不担心呢？这线形虫是藏在王敬池墓穴的泥人中，可这样的泥人打碎了一个，泄露了传染源了，还有着11个完整的泥人就放在研究中心呢。这11个泥人就像是一个个的定时炸弹，放在那儿随时都可能会被引爆。也就是说，还会有更多的人感染上线形虫，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这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包括向我透露消息的林志宇。那事态是特别严重啊，我得赶紧去考古研究中心一趟，跟他们把这情况说明。秦方蕊这边也需要交代一下，万一真出了事儿了，他也不至于一头雾水。我这急急忙忙的开车就跑到考古研究中心，
到了林志宇的办公室里，他正好有事在忙，对着一堆的文件在查验。那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拉着他就跟他讲清楚这事儿的来龙去脉。可是林志宇听了一半，压根儿就不当回事儿，觉得我这是在说什么天方夜谭呢。哎呀，这泥人里它不可能有活的东西啊！我们在搬运剂研究所时，专门对这东西进行过消毒处理了。你担心这情况就是多余的。哦，还有，不是谁告诉你那泥人碎了一个呀？哼，这事儿就我们内部才知道啊。打破泥人可是得担重责的。研究中心把这事儿都压下去了，对外公布啊，就只找到11个完好的泥人，那碎掉的是在墓里边就已经碎了，你可千万别往外传啊！他这说着就要离开办公室。不是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这个啊？我气得不轻，一把抢过他手上的文件。不是我这真没跟你开玩笑，寄生虫病研究中心的。我把话停住了，因为我在文件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秦方蕊。这是什么文件？1个月前借出去的文物归账单，现在东西都还回来了，我得销账了。这林志宇不以为然地说道。不是，我是说，这是借了什么东西出去，借给谁？这时我就感觉自己的心砰砰直跳，仿佛陷入到某种漩涡之中，无力的挣扎。就是那些个从王敬纯的棺椁中保存下来的陪葬品青铜剑，我们的人检查时呢，就发现这剑是中空的，剑身上还有血槽，里边好像就藏着什么东西，所以啊，保存下来送去做生物检测了。这后来不知怎么就转到寄生虫病防治中心，说是在这把剑的内部发现某种特殊的寄生虫母体。那现在人家研究完了，当然把东西送回来。什么？我这一下子懵了，看着手中的单子，时间显示检测的时间比我想象中的早得多。这泥人里是没有线形虫的，因为这线形虫根本就不是从那儿泄露出去的，真正的传染源就在那把青铜剑中。可是这怎么会呢？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意识变得模糊，原本以为自己解决谜团，却没想到更大的谜团朝我涌来。假如这线形虫的泄露源并不是泥人，那么朱明远跟他小组的人是怎么感染上的呢？这答案应该就在秦方蕊那里，这就说明他说了谎。杜瑶轻轻的点头，然后回头看了那个集市一眼。男人没有阻拦，就这么站在街头，笑盈盈的看着他们。没关系，你可以慢慢考虑，我想不用多久，你就会回来找我的，一定。他甚至冲着杜瑶挥了挥手。在下唐仲泽，下次再来记得找我。飞机降落在建成的土地上时，一种久违的熟悉气息将杜先生紧紧的包围。走出机场，早就有专车在等候。杜先生落座后排，闭目养神，心潮澎湃。这司机呢，是个俊朗的年轻人，戴着白色的礼帽和手套，轻声地问道：这温度和座位都还舒服吗？杜先生点点头。车辆缓缓地发动，片刻之后，杜先生猛地睁开眼，他从那后视镜里死死地盯着司机的脸。有什么事儿吗，杜先生？这年轻俊朗的司机一边开车，一边不忘通过镜子冲着杜先生微微的一笑。那杜先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小泽先生，他问道。司机并没有回答。就在杜先生以为他不会再说话时，司机一脚刹车，就停在红灯下面，缓缓地摘掉礼帽，揉了揉自己的头发，然后回过头看着杜先生，微微的一笑。看来你记起了很多的事情啊，杜先生，欢迎回到故乡。距离高考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候，蒋将从几天前开始就没再来学校了。杜瑶想尽了一切的办法跟他联系，他却什么都没回复。杜瑶就问了老师，老师只是摇摇头，让杜瑶不要分心，安心的备考。可杜瑶最终忍不住，趁着一天放学之后，偷偷的去到蒋将的家里。大门紧闭，人去楼空。他连忙跟周围的邻居打听，结果才知道蒋将的父亲替人出头，打了群架，却不慎被人捅成重伤，现在在医院抢救呢。蒋将正在医院里陪护。这杜瑶愣住了，回过神来后，他直奔医院而去。到了住院部，才最终见到精神憔悴、已经不成人形的蒋将。蒋将看到他，沉默许久，突然抱住了他，眼泪夺眶而出。杜瑶木然地拍着他的肩膀，轻声地问：叔叔，怎么了？蒋将拼命地摇头，却一个字都不肯说。后来还是杜瑶找到主治医师，这才知道蒋将的爸爸伤势很重，需要尽快地进行2次手术治疗，还有后期大量的疗养费用。可是这蒋将的家里早就没钱了，就只剩下一个老宅，这就算现在挂出去卖，也远水解不了近渴。那天下午，蒋将靠在杜瑶的肩膀上，在医院的走廊里哭成一个泪人。他说了很多很多话，他告诉杜瑶，他爸爸并不是去打架，而是去讨薪的。他骗蒋将说自己去外地做生意，其实做生意的钱早就被人给骗了。这半年来一直在工地上打工，给蒋将攒大学的学费。可就是这么一笔钱，却被包工头卷在手里，准备潜逃。他说他宁可不上大学，也不要爸爸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只要让爸爸好起来，他什么都愿意。他说他从小没有妈妈，是跟着爸爸长大的。他小的时候特别的崇拜爸爸，觉得爸爸又威风又有面子，特别的爷们儿。可是后来渐渐长大了，他又不太看得起爸爸，觉得他是个混子，一辈子没什么出息，只知道那些编出来骗人的兄弟义气。可是现在呢，他终于知道了，就算这么一个整天把江湖挂在嘴边的男人，也会为了女儿的学费，偷偷的一个人到外地去扛水泥搬砖，打工半年。这就是为了让女儿有钱去考一所好的大学。然而什么都来不及了。他还说，他曾经想过很多很多关于以后的事儿，有大学，有父亲，有杜瑶，有美好的未来和安心的家庭。可他没有想到，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他说他什么都没有了。杜瑶没有说话，就是这么抱着他，听他说着，听他哭着，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眼神空洞洞的，嘴角紧紧的抿着。不知道哭了多久，蒋将终于心力憔悴，趴在杜瑶的肩头上睡着了。杜瑶用尽身上最后的钱，给他租了一个床位，将他抱上去，盖好被子，然后杜瑶头也不回地走出医院。深夜11点，杜瑶没有回家，而是站在学校后门的地方，看着不远处的街道上点点亮光升起。不出意外的，那个自称唐仲泽的男人笑着出现在他面前。
欢迎来到此事。他顿了一下。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杜瑶哑着嗓子低声地问：我的眼睛，这多少钱？唐仲泽耸了耸肩。这玩意儿啊，有价无市，不过算得上是好东西。如果你着急卖呢，一口价40万，货到付款。这杜瑶的身子明显的哆嗦一下。40万？对，只是交易，童叟无欺。那我想知道，如果我失去这只眼睛，我究竟会失去什么？杜瑶的话说得很慢，像是字斟句酌一般。我知道我的右眼很特殊，可我并不清楚它真正的价值。这时唐仲则笑了笑，哼，未来，未来，它可以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你知道的，它会让你看到一些旁人看不到的东西，比如气运，比如命数，比如这个子时。如果你把它卖给我，你将失去你最珍贵的武器啊，但是也将不再背负最沉重的负担，甚至从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了。你不会再看到子时，你可以以平常人的身份普普通通的过这一生，平安喜乐。杜瑶握紧了拳头，过了片刻，他缓缓地问道：除了眼睛，我还有什么别的可以交换的吗？唐仲则摇摇头。不过他顿了一下，也许你愿意典当一些东西。典当？对，就是暂时将你人生的一部分交到我这里，换来暂时的钱，但是你必须在典当期结束之前把钱按照利息还给我，否则的话，我将永远的收走你的典当品。可以，那我能拿什么典当？爱，当然是爱了。爱，对呀，你对那个小丫头的爱，你对这个世界的爱，还有你对自己的爱。杜瑶沉默很久。那么3年为期，小泽先生，请您救活蒋将的父亲，无论多少钱，3年之内我会回来赎回我典当在这儿的东西。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啊，我是说感谢您的惠顾。